Hello， 大家好，我是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美联储也就是美国央行，他们在2023年12月13号的会议之后呢，他们的利率点阵图当中显示2024年他们表示不会再去进行升息。那我目前拍片的当下呢是2024年的1月2号。那美国的利率期货交易市场他们预期2024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降息的几率高达了 82%。那这个飙高的降息的预期也导致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大幅的下跌。那光是2023年12月份这个月，只要是1年期以上的美债殖利率平均都下降了 0.4% 以上哦。那如果你想要直接投资债券，持有到期，然后拿回本金，领固定的利息的话呢，那 Kevin 觉得你可能要快一点上车哦。因为如果通膨持续的下降下去，从原本的 5.3% 下降到现在已经剩下了 3.2%， 而且这个趋势还是持续的下降下去。那如果持续下降下去的话呢，那未来降息的几率只会更高。那你还想要进场直接购买美国公债的话呢，你领到的利息只会更低哦。那美债殖利率的下降呢，也使得2023年12月份的美债券 ETF 的绩效大涨。那最大的单月涨幅更是来到了 7% 哦。那如果你想要知道2024年买债券的时机到底是适合买美国公债，还是适合买公司债券或者是金融债券，那这期影片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哦。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美债券 ETF 的10月份的绩效配息的排名。那我会把它分成2个部分哦，上面的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属于美国公债的部分，那下面的部分的话呢则是属于一般的债券。那这些一般的债券的话呢是不包含新兴市场的债券，也就是不包含中国的债券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公债的部分。那最左边的这一栏的话呢就是排名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代号，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美国公债的他们的名称。那市价的部分的话我也放在旁边这一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内扣费用的这个栏位。那内扣费用这个栏位的话呢，我每次都一定会讲到因为内扣费用的话呢，它越低就代表说呢，我们投资这档基金，我们所付出的成本的话呢就比较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拿到的报酬就可以更多嘛。所以说呢，我都会表扬这种内扣费用很低的基金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错。好了，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2档基金分别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 ETF 以及 00779B 的凯基美债25年期的 ETF。这2档 ETF 的话呢，他们的内扣费用都只有 0.15%。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存续期间的部分。那存续期间的部分的话呢，如果你想要在明年降息的时候呢，想要赚降息的那一种价差的部分，那存续期间就是你一定要去看的一个参数。那存续期间越长的话呢，就代表说这个债券呢，它对那个利率的敏感性的话呢，就会越高。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做降息之后的价差的部分的话，那存续期间就是非常的重要。好，那存续期间最大的就是 00764B 的群益25年的美债 ETF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近世纪的现金配息以及近世纪的殖利率的部分。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近世纪的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最高的就是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是来到了 4.9%。那第二名的话呢，就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了 4.8% 的部分。那 00931B 这档同一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是在8月7号2023年的8月7号才挂牌上市的。那它目前的话呢只配息1次，所以说呢它的殖利率的话呢看起来就比较小一点咯。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栏位，也就是月含息绩效的部分。那月含息绩效的话呢，就是单纯看12月份的含息的绩效。那12月份的含息绩效，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前9名的部分基本上呢，他们的绩效就是在 6.7% 到 7% 之间。那这几档 ETF 全部都是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他们的存续期间的话呢，都是17年以上的所以说呢，他们的一个绩效的表现的话呢，都是非常的不错。因为我们刚刚都有讲到嘛，美国公债殖利率只要是1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他们平均都下降了 0.4% 以上。好，那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债券的一个价差所以说呢，就导致了这些长天期的债券呢，他们在月含息绩效的部分的话呢，在12月份就有非常亮眼的表现。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栏位。那下一个栏
蓝绘的话呢，就是年含息的绩效。这年含息绩效的话呢，就是2023年整年度的一个含息绩效表现。那含息绩效表现的部分的话呢，最优异的全部都是短天期的债券 ETF。为什么是短天期的美债 ETF 呢？因为我们从美国公债殖利率的这个表格当中就有看出，虽然呢12月份的美国的公债它们殖利率是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你是单看2023年整年度的一个美国公债殖利率的变化的话呢，你会发现美国公债殖利率基本上你只要是1年期以上的那种美国公债殖利率，基本上它们的变化幅度都是非常的小。所以2023年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价差空间可以让这些长天期的美债 ETF 有赚头。但是呢2023年又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短天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高于长天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也就是美债发生了一个倒挂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就导致了短天期的债券它们的收益率相对于长天期的收益率来讲的话呢，是更加的优异。这就使得2023年整年度的一个绩效来看的话呢，就是短天期的美债 ETF 它们的绩效是更加的优异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债券 ETF 的部分。那债券 ETF 的部分的话呢，内扣费用最低的就是 00777B 的凯基 AA 至 A 级公司债券 ETF，它的内扣费用只有 0.25%。那第二名的部分的话呢，有2个，分别是 00746B 的富邦 A 级公司债券 ETF， 以及 00751B 的元大 AAA 至 A 级公司债券 ETF。这两档 ETF 它们内扣费用是 0.26%。好，那这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都是2022年整年度的内扣费用的部分。那2023年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是还没有公布出来的。那公布出来的话呢，我就会再更新上来。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存续期间的部分。好，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到，债券 ETF 它们的存续期间相对于美债 ETF 来讲的话呢，好像是比较低的。平均的话呢，债券 ETF 存续期间最高的大概也就是15年左右。那为什么债券 ETF 它们存续期间最高的大概只有15年，但是呢，美债 ETF 也就是美国公债 ETF 的话呢，它的存续期间最高可以来到18年了。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因为美国公债他们可以发行到30年期的美国公债，都还是会有投资人去购买，那它的流动性的话呢，也是还不错。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公司债券，一般的公司债券，如果它发30年的公司债券，请问你敢买它的债券吗？因为呢，公司债券的话呢，它相对来讲的话，它违约的风险就会更高，所以呢，一般的基金的话呢，它也不会去挑选这么长天期的公司债券，因为他们要控制他们基金的风险。那这就造成了债券 ETF 他们的存续期间就变得比较短，但是呢，美国公债 ETF 的话呢，他们存续期间就可以来到18年以上这是非常非常的长。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现金的配息以及他们近4季的一个殖利率的部分。那近4季的现金配息的话呢，我这边要讲到有4档 ETF， 它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分别是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 ETF。那因为它是10月19号才挂牌的，所以呢它是还没有配现金的部分。那另外一档就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券 ETF， 它是有月配息的部分，那它的殖利率是来到了 4.4%。那再来的话就是 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券 ETF， 它的一个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了 4.7%。那最后一档就是 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是在12月5号挂牌，那它目前的话呢是也还没有配息的部分。那上面这4档月配息的 ETF 我都有制作一个 PK 的表格，那等一下的话呢，我都跟大家进行分享。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月配息绩效的部分。那月配息绩效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最高的就是国泰的 A 级公用债00782B， 它的月配息绩效是来到了 6.9%。那其他债券的部分的话呢，也都在下面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那基本上的话呢，差距都没有太大，都是在 4% 到 6.9% 之间。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年含息绩效的部分。那年含息绩效的部分的话呢，差距就非常的大。年含息绩效最高的就是00846B 的富邦欧洲银行债的部分，它是来到了 13.1%。那第二名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它的绩效的部分的话呢，则是来到了 12.8%。好，那我们从这个原含息的绩效榜当中，其实你有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债券 ETF 他们普遍的一个年含息绩效是优于美国公债 ETF。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美国公债殖利率的话呢，在2023年他们是没有什么变化，
这些美国债券或者是公司债券的，他们的报酬呢，主要都来自于他们的利息。那公司债券呢，跟金融债券他们所配发的利息，当然会比美国公债还要高。所以说呢，这些一般的债券 ETF 啊，他们的年含益绩效啊，基本上都是碾压美国公债的部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债券 ETF 12月份的规模以及他们的推荐排名。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先看一下美国公债的部分。那美国公债的部分的话呢，资产规模最大的一档 ETF 就是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的资产规模是来到了1542亿台币哦，是非常非常的大。那第二名的美债 ETF 是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资产规模呢就只有远大美债 ETF 的基本上只有一半啊。所以说呢，美债 ETF 当中的话呢，基本上就是00679B 它是一家独大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月增数的部分。那月增数的部分的话呢，最多的也是00679B 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数的部分。那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最多的还是00679B 哦，它的受益人数是来到了239436人哦。月增率的话呢，是来到了2万多人，是真的非常的不错啊。00679B 这档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 它真的是资产规模又大，然后呢又夯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数增加第一多的是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月增率的话呢，则是来到了33991人。好，那这17档的美债 ETF 当中只有一档 ETF 它的受益人数在12月份的时候呢是下降的。那这一档 ETF 的话呢，真是非常可惜哦，它这档 ETF 是00695B 的富邦美债7到10年期的 ETF， 它的受益人数是下降的。那其他的美债 ETF 的话呢，都是上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债券 ETF 的部分。那债券 ETF 的部分的话呢，资产规模在12月份最大的就是00751B 哦，它是元大 AAA 至 A 级公司债券 ETF， 它是来到了1401亿的一个台币的部分。那第二名的部分的话呢，则是中信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00772B。好，那00772B 的话呢，它在11月份的时候呢是第一名，它现在的话呢就掉到了第2名哦。这个迹象是很特别的，等一下我会细细的跟大家进行分析哦。那基本上呢，债券 ETF 他们的前3大呢，就是这3档 ETF 00751B 跟00772B 跟00720B。好，这3档 ETF 基本上他们的资产规模差距是没有非常的大。那还有2档新进的 ETF， 分别是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的资产规模则是来到了300亿。那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 ETF， 它的资产规模则是来到了217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数的部分。那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资产规模前3大的都是破1000亿的，那受益人数最大的应该也是这3档其中一档吧？不是哦，受益人数最高的是一匹黑马。这一匹黑马就是我刚刚所介绍到的00937B 的群益 ESG 头等债20加 ETF， 它在12月5号的时候挂牌上市，在12月29号统计出来的受益人数就已经突破了10万人。它是债券 ETF 当中呢受益人数最多的一档 ETF， 它已经压过了之前所有发布的债券 ETF 的受益人数哦。那另外一档 ETF 00933B 的国泰10Y 加金融债券 ETF， 它在12月份的月增率也有来到2万多人。好，那这2档 ETF 都是最近这1年呢才新挂牌上市的 ETF， 都是非常的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档 ETF 00772B 这档中信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这一档 ETF 也是非常多月配息的投资人喜欢去投资 ETF， 但是呢，它在12月份的时候呢，它的受益人数的月增率竟然是减少了1424人竟然是下降的趋势哦。另外一档 ETF 是00773B 的中信优先金融债券 ETF， 它的受益人数呢月增也只有39人。这2档 ETF 呢都是我们之前耳熟能详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 但是呢，他们在12月份的话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
好，那接下来呢 ，Kevin 就对这4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来进行一个比较。那我将他们的股票代号的部分的话呢，都放在上面这一边；基金名称的部分呢，我也放在上面这一边。那最终指数的话呢，你想要看的话呢，我也放在下面这边，好，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那挂牌日期的部分的话呢，00933B 的话呢，它是在2023年的10月19号挂牌上市的。那另外一档00937B 的话呢，则是在2023年的12月5号挂牌。那另外一档呢，00772B 跟00773B 的话呢，都是在2019年的1月29号挂牌上市的。好，所以呢，这几档 ETF 挂牌的部分的话呢，00772B 跟00773B 真的是元老级的债券 ETF。那资产规模的部分的话呢，00772B 的话呢，它是来到了1300亿，那00773B 的话呢，则是来到了880亿。因为这两档 ETF 都是比较早挂牌的，所以说呢，他们的一个资产规模就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大一点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总开销费用的部分。那总开销费用的部分的话，00933B 跟00937B 的话呢，都没有总开销费用的部分，因为他们2022年是还没有挂牌啦。那00772B 跟00773B 的话呢，他们总开销费用大概都是在 0.3% 左右。好，那最明显的差异就来了。好，最明显的差异的话呢，就是收益平准金的部分。好，这4档 ETF 都是月配息的 ETF， 但是收益平准金的机制只有00933B 跟00937B 这两档 ETF 它们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00772B 跟00773B 都没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OK， 所以说呢，我觉得是因为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所以导致00933B 跟00937B 相对于另外两档月配息的 ETF 来讲，它们的收益盈利啊就变得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数的部分哦。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00933B 它在12月份的话呢是6万多人，那937B 的话呢则是来到了10万多人。那00772B 跟00773B 的话呢，他们受益人数的部分的话呢，分别是7万多人跟17000多人。那受益人数的月增率的话呢，我们刚刚也有看到了00937B 的话呢，它光1个月啊，受益人数就增加了10万多人，好，直接排到了债券 ETF 排行榜当中的第1名哦。那00933B 的话呢，也有来到2万多人，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受益人数的月增数来看的话呢，好，00933B 跟00937B，好，这两档 ETF 它们人气就是比00772B 跟00773B 还要高上非常的多啊。好，那存续期间的部分的话，我就放在下面这一边。那 Kevin 从这个受益人数的月增数上面，我还发现了一个端倪，那就是啊，美国公债 ETF 啊，他们平均他们的受益人数啊都是上升的，只有一档富邦美债7到10年的 ETF 啊，它的受益人数是微微的下降。但是呢，如果是债券 ETF 的话呢，他们受益人数除了刚刚所介绍的00937B 跟00933B 是属于大幅的增加之外呢，其他的 ETF 啊，基本上就是有增加也有减少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啊，投资美国公债的投资人啊，他们基本上的想法就是，明年2024年的时候呢，降息的时候呢，我可以赚到价差，但是呢，他们也会预期明年2024年可能会经济衰退，所以呢，他们就会投资美债 ETF。因为美债 ETF 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呢，是一个避险的工具，它甚至可以涨得更高。那投资债券 ETF 的投资人啊，他们的想法应该就是2024年他们也是想要赚债券的价差，但是他们不认为2024年会产生经济衰退，所以呢，他们可以持续的去投资公司债券 ETF， 然后呢领更高的一个利息，这样子的话呢，他们的报酬就可以更高。那你会怎么认为呢？如果你认为2024年美国会进入经济衰退，所以呢投资美债 ETF 比较好的话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帮我留言 A 的部分。那如果你认为明年经济不会衰退，经济还是会持续的大好，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投资债券 ETF 比较好，那你就在下方帮我留言 B， 我们来进行一个统计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天影片分享的这些资讯，我都会设计成懒人包，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不用填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进行下载哦。那如果你觉得影片的资源有帮助到你，你可以跟频道的多数观众一样呢，可以点赞支持，还有分享我这些影片。那我们频道12月份的后台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啊，都有分享我的影片，那分享次数啊来到了3000多次啊。那他们主要都是想要让其他投资人呢了解如何去投资债券以及买债券的时机。那只要你们有点赞还有分享我的影片，就可以让我知道哪些影片的内容呢是你们喜欢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鼓励 Kevin 投资成长家为大家制作更多相关的影片哦。好了，我是不垂的股市真心法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好，有非常多的投资人啊，大概有3000多次啊。好，那你可以看，那我们来看